好，刚刚我们前一节说到这个川普在知道了这个中国大陆对他们的稀土有一个这个出口禁令之后，本来没有事情的，结果后来突然就勃然大怒说这要加征100%，是不是真的就像舰长说的，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好，我们就来看到他真的没有得呢，是谁得呢？好，待会儿再讲。但是要看到他没有得之后呢，拥有130多万追随者的 Mega Voice 在 X 平台上面就写说，随便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马查多刚刚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根本就是个笑话哦，说任何一个有脑袋瓜的人都知道，应该是川普才得奖才对啊。好，那我们也看到了普京哦，因为恐怕这个可能也跟普京有点关系，因为你看乌俄战争就还没结束嘛。好，那他不知道是酸还是扁哦，因为他就讲说，在某些情况之下，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颁发了对和平毫无贡献的人。那我也不知道现任美国总统是否值得这个奖项，不过他确实哦，解决持续多年甚至是数十年的复杂危机做了很多努力哦。好，那也看到了嘛，这个感谢普京哦，因为川普马上就回应哦，他说普京现在目前持续的推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而这与川普设法结束乌俄冲突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两个人在网络上有互相来互相去的回应。好，那白宫通讯主任则是认为川普没有得诺贝尔和平奖是政治凌驾了和平哦。他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政治置于和平之上，川普会继续促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大家有发现吗？这次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委员是主席是挪威人，所以现在挪威人非常很担心说会不会遭到美国的报复啊？我们看到川普获奖几率不高，令挪威弥漫一个恐惧的气氛哦，担心他落选之后的反应可能会使挪威面临了外交跟经济的冲突，所以就有政治分析师认为说，如果川普要报复，可能就会加征这个挪威输美国的商品关税，要求北约增加军费负担，好，甚至要把挪威列为敌国。挪威人超级害怕，甚至这《卫报》还报道说，挪威外交政策发言人就直言说，这个川普正带领着美国走向极端，好，攻击的言论自由啊，让蒙面秘密警察光天化日之下绑走民众并镇压机构跟法院。身为一国总统如此反复无常、专制独裁，挪威当然必须做好一切的准备。所以这个很担心他可能会在关税上面有一些反制。但是呢，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到底是谁呢？就是他是委内瑞拉反对派的领袖马查多。不过马查多把这个奖项说，我献给了委内瑞拉的人民跟川普。好，所以白宫在10号 X 平台上面也转发这则新闻，说川普就是一个和平总统。那2025年的这个和平奖的得主呢，他是说他获奖是要对所有委内瑞拉的人民奋斗的认可。那他自己也说要把这个奖献给委内瑞拉受苦受难的人民，还有川普总统，说感谢力挺我们的信念。好，所以这川普后来就公开说，他其实跟这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已经有过通电话了。他说，综合外媒的报道川普在受访的时候说，这个马查多在通话当中告诉他说，这个他接受了这个奖项嘛，是为了向致敬，还有为了实在得到这个奖是件很美好的事情。他说他当时没有说那就把奖给我吧，虽然我觉得他可能会，他是多想得啊，可能是很需要这个历史定位哦。好，那我们看到川普种种的行为啊，他如果真的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得哦，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内部美国的很多城市既然都是战区冲突升级，所以根本就大矛盾啊。好，那当然看到非法移民的部分让川普的联邦力量是近乎打战的方式进入到民主党州来抓这些人那演变成全武行，现在就差民主党州一级武装跟联邦武装直接开打的地步。好，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是找了很多的理由嘛，那获得了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而且将国民警卫队直接下放到各大民主党州来参战，
其实就是为了期中选举来做准备。那川普也需要自己的第三纵队哦。好，那当然现在芝加哥就是一个冲突场面最多的地方哦。那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伊利诺州的州长，他跟芝加哥市政府拒绝配合，那并且联手将联邦政府告上法院，这次出兵芝加哥。那这个州长是讲说啦，这是一个得了失智症人哦，他是骂川普，他说很可悲的是，他手握军队与联邦政府的权力，如今用他强行的在推行命令。好，那川普马上就反击啊，说这芝加哥市长哦，还有州长哦，应该要入狱，好，就是要把他抓起来的意思。那川普甚至在机场上面还播放着指责民主党停摆的影片哦，因为他们把联邦政府停摆，还有导致航空混乱归咎于民主党。那现在川普的民调怎么样呢？其实不太好哦。我们看到大约有58%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只有在面对外部威胁的时候，才应该派遣武装部队。所以民调结果还显示哦，川普总体支持是下降到40%。好，处理犯罪问题还有国家家庭生活成本方面的满意度也是有所下滑的。好，其实川普最担心就是明年就是要他的期中选举嘛，这个就是一个考验的开始。好，但是没有得和平奖这件事情，川普实在是念兹在兹。彬哥，其实有一些人批评的对啊，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是不是政治凌驾于这个实际的贡献？在很多时候是啊，而且早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还比较受世人敬重，因为选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众望所归的。可是到了最近这几十年，根本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运作的酬庸。所以这个奖已经慢慢根本不被世人所看重。我讲实在话就这样，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大家应该知道，它是单独在挪威这边的另外一个委员会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川普为什么一直希望得到这个奖，我这搞不太懂。这个奖含金量有很高吗？对，我会觉得很奇怪，莫名其妙。但是显然他非常非常在意，所以他超级不爽。然后他其实普丁，你觉得普丁是在帮他讲话吗？其实我觉得普丁根本有点在嘲笑他，酸他。对啊，然后他居然写在那个网络平台上写感谢普丁总统，这也很荒唐。你想想看，你认为自己该得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你去感谢一个正在发动战争的人，那你觉得你自己还有资格获奖吗？而且你不要忘了，你不只是在对外国发动战争，你对你自己国内的民众也在发动战争呢。那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应该得这个奖？这个我也觉得匪夷所思。但是问题他就是真的想得这个奖，所以现在挪威超级害怕。你知道挪威他们那个委员会也是不得已，因为我虽然是昨天才公布，可是呢，他们实际上6号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就已经做最后截止了，已经决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都还没谈完嘞。请问一下，我要颁给你也不可能啊！我万一我决定颁给你，结果哈马斯跟以色列又打起来怎么办？所以他也很难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去报复挪威，这也太小孩子气了吧？那可是问题是，这么小孩子气的事情，川普会不会做？他是有可能会做的。所以这就是挪威人现在很害怕的一个地方。那这个马查多也蛮谄媚的，直接就说要把它献给川普。我想问一下马查多，对你现在是在委内瑞拉那边，你是反对党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今天的委内瑞拉会落入到这个地步，跟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封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委内瑞拉的惨状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人造成的。那结果你在感谢川普，你在感谢川普什么？川普现在还正在你们的外海用走私缉毒的这个抓这种名义，然后对你们进行攻击。那至于美军攻击的那些到底是不是毒枭？没有人知道，那是美国单方面说了算。你觉得这种东西是可以的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荒唐的闹剧，但是川普就正在上演这出闹剧。好，我们接着问大众教授。对，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哈，我觉得就是多年来的一直有传统的，就猜不准。啊，每一次的花落谁家，其实外面众望所归的都不一定。那而且哈，因为有人批判说啊，这个得主大家不知道他是谁，马查多是谁，名不见经传，默默无名。但我们翻开诺贝尔和平奖的多年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啊。除了一些人我们熟知哈，比如说是大国的领袖啊，或是退休的领袖，很多时候他是颁给 NGO 啊，
或者国际组织的一些部门的领导者，这是常见的事。但是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川普有高度的得失心，而且外界看得清楚。大家不要忘记，我记得他8月份的时候还讲过，1月份上任到现在，他说他调停了7次国际冲突，还另外1、2次他不能够讲，包括哪些呢？我们可能有的很陌生，刚果、卢安达。美国自己跟也门，还有所谓的亚塞拜然、亚美尼亚，还有泰国跟所谓的这个柬埔寨，还有印巴争端啊，这个可能印度不这样认为。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目前在进行式的以哈，还有所谓的这个俄罗斯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冲突，但是没有办法成功。我觉得，如果是诺贝尔和平奖在考虑的时候，假设以哈或俄乌战争有一定程度的进展，或者有架构性的协议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川普的几率会有一些，但现在这2个最重要的没有进展，那其他的可能并没有被诺贝尔和平奖，而且是挪威委员会所认定。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假设这个和平奖，挪威委员会肯定川普的话，它其实可以并列的。历史上有没有？当然有。就除了这位马查多之外，他假设认为美国总统也其实不是只有川普，之前的拜登就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介入啊，或是关心是可以并列。比如说2007年，当时诺贝尔和平奖是谁？高尔跟一个国际组织叫做 IPCC， 跟气候变迁相关。可是代表说，最后这个5人小组的委员会是没有认为川普是可以并列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得要知道的地方。第二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也不见得要放这么大的一个注意力了，因为过去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历史上就4位。我觉得川普是在意的是他前面的这些人。第一位是谁？老罗斯福，他是共和党人，调停什么？日俄战争。第二位历史上赫赫有名，威尔逊总统，为什么得奖？因为他成立国际组织，即便美国并没有真正后来有加入。第3位是谁？卡特。卡特很特别，卡特是哪时候得到？卸任之后。而且卸任之后，他做了很多国际的和平，而且包括他任内所做的这个大卫营协定，中东，所以颁给他。那最后一个是川普最不服气的，就是2008或09吧，奥巴马。因为老实说，奥巴马自己都有点自嘲，说我才刚上任，你们为什么给我？可是当年诺贝尔奖给他原因是因为他的多边外交，还有推动国际裁军。可是他才上任不到1年，而且再往回推，整个审查过程是前1年，所以川普会认为说不公平，可以体会川普的心里面的这个喃喃自语了。好，但是就是不是他嘛，所以真的要放下，我们要接受放下，不要进入悲伤无循环。舰长，其实川普他是有一个较劲对象的，那也就是刚刚大钟老师讲到的奥巴马。奥巴马也是上任的第1年就得到了，他也想上任第1年就得到啊，所以现在就是什么？现在就是嫉妒、羡慕、恨啊！他现在是恨啊。那其实他在2018年的时候，那同样他在第1任期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他应该要得诺贝尔和平奖。那其实就我们按照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话也就是《论语记事篇》讲到君子3戒啊，那也就是及其老也啊，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啊，不要一天到晚想要得，把事情做好就说再说啊。那但是我们讲到说那这个马查多他也是挺会做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不好讲好，他如果没有好好讲话的话，他一定被川普弄死，所以他各种拍马屁啊。他说今天呢委内瑞拉比任何时间都更依赖川普总统，那个他也将这个奖献给川普总统，谢谢他对于我们事业的坚定支持。你看多厉害啊，多会做人啊！但是这件事情最吊诡的是什么？也就是到底是谁提名马查多的？就是 MAGA 这群人呐，不是吗？也就是第一个现在的那个国务卿卢比奥，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佛罗里达的一个参议院的议员Scott， 也第二个就是他；第3个是谁？也就是之前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沃尔兹。这3个人领衔在去年的时候提名马查多，他们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提名这一个，也就是直接的给
那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那个一点颜色看看，结果没想到给的是川普的颜色看看。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很难想象的。那有关于说普丁讲了这么多话啊，那无论是他是在取笑也好，或者是他是真心的也好，但是听在川普的耳朵，他会觉得普丁才是真正的朋友。好，那真的川普已经很努力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大陆现在他们的这个人员跟美国的外交官之间有禁爱令。好，我们来看到，这是有这个美国外交官爱上了中共官员的女儿所以美国国务院说，他为了爱违抗了政府爱果然是最伟大的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外交官之前有传出说跟中国公民谈恋爱，遭到美国国务院解雇。现在国务院证实有这件事情那也说经过美国总统川普审查而且核准之后，现在已经正式的将这名外交官开除了。好，国务院表示说，这名中国公民跟中国共产党是有连结的。好，我们的制作单位很贴心，我们用粉红色的，因为这个爱情嘛，对不对？要有粉红的感觉。好，但是国务院发言人说，其实这名外交官在镜头前有承认他跟这个中国公民的恋爱关系。好，而且称对方说有可能是一名间谍。所以这外交官就指出说，对方的父亲就是中国共产党。好，外交官应该向国务院的安全官员来通报，但他说，我为了爱情，所以我违抗了政府。好，我们来看中国大陆这边怎么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美方内部的事务，中方不做评论，但他认为中方反对搞意识形态来划线，对华恶意的抹黑。好，那这类的事情呢，其实现在美中在美国这边的氛围其实是蛮紧张的尤其你看到中国民众在美国遭盘查48小时，中国的外交部也希望美国要立即改弦更张那这是应该川习会即将到来之际双方互有制裁与反制，所以最近就传出有中国民众入境美国的时候遭到盘查超过了48小时，那中国这边就觉得被针对了嘛，所以外交部也发了这个说法说，美方执法人员手段粗暴，严重损害涉事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跟人格尊严认为说美方的执法部门要立即的改弦更张。好，那当然川普现在是不是边亲共谍边亲政敌呢？尤其是民主党，你看他直接呛瞎说，我一天要开除4000多人，而且我针对的就是你们民主党，而且他还坦言说会有很多人被解雇，说这是针对政治立场倾向民主党的员工。那还有前 FBI 的局长科米也被控了2个罪名，但他拒绝认罪。那这通通都是打压政敌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看到连检察官詹乐霞也遭起诉。所以大家说这个总统最大的武器，看来真的就是司法。好，那到底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威胁呢？像是美国总统川普在10月9号说，由于西班牙拒绝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所以他考虑要将西班牙踢出北约。好，那川普之前也曾威胁说，要在贸易谈判当中让西班牙为了拒绝进一步提升军费支出而付出代价。好，因为呢，西班牙本来要买这个 F-35的隐形战斗机，但是据媒体报道，他们已经彻底的搁置了，可能就是让川普相当不舒服、不满意的地方。但是美国自己也要特别努力因为他们的军用炸药厂竟然爆炸而且19人下落不明，有3个伤者被急送医来治疗。有很多人说，现场看起来像是地狱般的景象，非常的可怕。
那这公司专门生产军用跟商用炸弹，然后包含了 C4还有 TNT 等高爆的炸弹，而且为美国的国防部提供了产品。那当局目前是说还没有确定爆炸的原因，但是 FBI 跟烟酒火器跟爆炸物管理局都已经介入调查，而且协助确保现场的安全。那戴维斯也表示说，相关单位以缓慢而有条不紊的方式在进行调查。那后来也发现说，就在上个月，其实呢，美国国防部也才跟精准能源系统公司，也就这家爆炸公司进行签约是一份价值将近1.2亿美元的合约，用于采购 TNT 的炸药。好，不过你看到刚刚这个西班牙的部分，我也想到说，我们不是也是刚从这个国防预算提高吗？会不会也是很担心被川普威胁所以每个国家真的都是剉在蛋。好，不过我们刚刚看到一开头，也就是中国这边的这个中共儿女跟这个美国外交官两个人谈恋爱，现在是完全被禁止的。好，我们先问彬哥。其实今年1月的时候就已经传出来，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所有外交人下禁令，尤其是驻中国的这些不能够去谈恋爱，而且是所有的中国公民都不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全部都不行。那除非你现在已经在交往中了，那你要申请报备，然后还不一定会核准。怎么那么像高中生，爸爸妈妈要管？是啊，因为就表示美国确实是把中国大陆视为大敌，这是很明显。那这位外交官就是刻意隐瞒了自己的跟中国公民的恋爱关系，那现在被揪出来，那这个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求仁得仁啊，所以他的外交官的职务被解除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我认为中国大陆自己恐怕也有类似的禁令，我觉得，这个对外驻外人员本来在很多地方他就不是那么自由了，因为他所身处的微妙关系环境下，他有可能接触到机密，所以他们会有比一般公民有更多的这些限制啊，所以美方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我觉得还蛮正常的。那至于说现在双方呢，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在谈判，可是实际上敌对的这个态度是越来越加深了，所以你说有中国公民受到很多不当的对待，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大家不要忘了，连韩国跟美国关系如此密切，之前那些韩国人不是也被美国人修理得很惨？是，所以他会这样对中国公民，很奇怪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那可是川普不只是对外国人这样，他对自己人也不手软。他现在刚好你民主党要 shut down 我的联邦政府赛，我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你们这些人全部都干掉。而且川普现在是直接讲明了，就是只要你的意识形态、你的政治立场跟我不同，我就弄你。这个在民主国家很少有人敢直接这样冠冕堂皇去这样讲。你看民进党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可是他从来不会这样讲，他会找另外的借口理由说啊，因为你不适任啊，或者什么什么把你弄掉。可是川普现在就直接讲啊，反正你支持民主党，你支持什么 DEI 这些东西，我就弄掉你。所以这个未来在美国政府内部会造成越来越深的一些裂痕，而且我觉得川普政府这一类的官司恐怕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些人绝对不会甘心直接被你解职嘛，他一定会想办法再去提告，那未来这个官司就会很难缠。那他对他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是从来不手软的，一个一个都会这样去做，甚至现在很多人在担心，如果拜登不是病情状况不太好的话，搞不好他对拜登都会下手。其实是有可能的，那只是现在对拜登下手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拜登的状况现在不是很好。那至于西班牙，其实大家站在西班牙立场去想，它离俄罗斯108000里远，那边发生战争其实干西班牙什么事？西班牙有立即陷入战争的危险吗？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它在南欧，它四周也没有什么敌人要它对付的，它为什么要把军费调这么高？不要忘了。西班牙经济状况之前并不是很好，它还是欧洲国家之一耶，所以他当然不愿意提高他的军费。可是站在北约的立场，特别站在川普的立场，你既然跟我作对，那我一定要修理你。好，我们接着问大钟教授。对，那个北约的状况的确就像刚才说特别提到，因为在今年这个北约的夏天的峰会里面所以32个会员国做了讨论的，就是要在
2035年10年后要达到5%，这5%的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看起来是很大，但它又分2部分，一个叫做核心国防支出，跟国防直接相关；另外叫做非核心支出，比如说基础设施、基础建设，或是所谓的网络安全这样的一个议题。但在32个会员国讨论的过程当中，西班牙是当时唯一说我没有办法，但他也争取到了北约给他的豁免权利。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的一些特殊的国情等等，但其他国家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但是没有很明白的反对，包括比利时、意大利跟德国。所以对川普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西班牙就是很明确的在反对美国所大声疾呼要把北约的会员国预算调高。但我们也知道说，过去北约的这个预算占 GDP 比例的这个标准是2%，这是从2014年就开始确定的。因为当时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并吞，那一直到去年2024年，北约会员国里面大概还有1/3没有达标，是今年名义上包括西班牙在内都达标了，但是西班牙对这个议题还是有未来的疑虑，所以川普还是会非常记仇于西班牙，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个政府关门其实如果拖下去的话，因为民主党有民主党的一个政治的议程，他把他的东西夹在这个政府的预算案里面，主要就是评价这个健康保险，所谓的过去的奥巴马健保啦。但是川普是不可能接受，那所以呢，川普已经讲好久，早在关门之前的2党协商，参议院、众院、共和党、民主党，其实你可以嗅出共和党的这个如意算盘，就是将计就计啊。你如果关门，我就是正中我下怀。所以川普已经责令于美国的官员大笔一挥，7000个多的联邦政府职务就消失。其实川普已经讲过说，他的目标是至少先裁5%，大概有11万多的公务员。所以当这僵局往前走的时候，民主党当然会攻击共和党，说你看你这个怎么可以把公务员绑架在这个政府官员里面？但是我们若仔细去看看，共和党在参议院跟众院的领袖，包括川普的官员讲法，其实他会把这怪罪给民主党，而且我们看看白宫发言人这几次的讲话也很直截了当，他说所谓的民主党很坏啊，就是要把那个健保覆盖到那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可是如果根据民主党国会议员的讲法是没有包括这些人，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政治算计斗争，那也有很多虚实的2党的政治攻防，但是倒霉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这些公务员，很多人其实已经早就自己另谋深入，我自己打报告，我有好的方案，我先退休。最近早就是如此了。哇，这国家真的是相当动荡哦。什么时候美国变成这样了呢？舰长，我们刚刚上一节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决定诺贝尔和平奖的挪威挪威的确他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他的这个国防预算那个占的 GDP 的比重是3.35%那当然它比其他的这些国家，我们看看从这个后面也就是后面都是刚刚大钟老师讲的，只有2.0的部分，它好得多那但是呢，川普最善于上演的就是变脸天知道原来应该是在2035年才要适用的5%，他会不会说挪威，你最起码要在我任期的4年之中，非让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不可？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北约的它的一个有关于这个国防预算来讲它虽然增增长长，可是总是有一些它的因素，例如说我们看到之前呢，在2017年这里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这个黑山共和国的加入。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从2023年开始不断向上增加，那其实是因为芬兰还有因为瑞典的加入，而且呢，因为这个时候俄乌战争已经开打了，大家开始认清，实际上来讲，这个如果要让北约有实际上抵抗的能力那
你真的只有增加预算不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啊，在中间真正最会抢钱的是谁？最会抢钱的也就是美国。美国原来它的国防预算，我们看到啊是高的，也就是这个水蓝色是2014年是高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它反而现在2025年它变少了，而且它变少了不说，它现在讲说。你们要各种武器没问题啊，我提供给北约，但是你们要用钱来买。那也就是他不断的在里面赚，更不要讲说，德国的前任首相啊，肖兹他特别讲到说，你看看他从去年讲的，也就是他们说他要到2030年，他才能够把之前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装备补齐，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问题了。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说有关于西班牙的部分啊，西班牙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因素，但是呢，他又想要买美国最新的装备，所以就被美国抓了小辫子，拿 F-35来作为要挟。那当然啦，川普这个人啊，他其实也就是睚眦必报。好，洪庭特别提到了这个川普最近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关心他最近的心情好不好？因为他最近非常在乎的一个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那诺贝尔和平奖在昨天已经公布了，可是得奖主不是川普所以让他失望了。不过川普还是蛮厉害的，他会自嗨。为什么会自嗨？因为他是说，川普他无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他自称得到了这个得主 Machado 向他来致敬。我们来听听川普的最新说法。Person who actually got the Nobel Prize called me and said, I'm accepting this in honor of you because you really deserved it. A very nice thing to do. I didn't say then give it to me though. I think she might have. She was very nice. 我们听到这个川普说马恰多打电话给他，另一方面呢，诺贝尔和平奖呢，他把这个得主献给川普。美国白宫在10号也在官方的 X 平台上转发了这则新闻，他称川普是和平的总统。那川普为什么没有获奖这件事情呢，其实让这个挪威那边是相当的紧张哦，因为呢没有得到这个和平奖，那白宫就痛批诺贝尔委员会是政治凌驾和平。那包括了这个白宫通讯主任，他就为此批评这个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委员会，宣称他们是把政治置于和平之上。那挪威人则是很害怕美国会不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报复哦。专栏作家包括政治分析师就有特别推测，如果川普要报复，很可能会要加征挪威输美的商品关税，又用关税这一招，然后会要求北约增加军费的分摊，甚至要把挪威把它列为敌国。那这一方面可以看到，这个川普包括了这个挪威下面相当的紧张，可是有一个人跳出来是力挺川普，这个就是普京哈。他觉得普京觉得不抱不平，他认为川普太强了，诺贝尔和平奖根本配不上他。按照普京的说法说，过去有一些案例呢，委员会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那些对和平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漫画则是印度画的，它是幸灾乐祸，印度的媒体，他嘲讽川普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像一个小朋友在地上哭闹，心情是相当的不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在关税上的一些作为，则是害到了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恐慌，美国出现大乱，最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祭出这个报复关税哦，美股出现大跌的情况，创下4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美股可以说是应声走跌，包括了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的指数都创下了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的跌幅。不止股价包括了美元在周五也全线走弱，美元的指数从本周的高点大幅回落，加密市场更是一片的腥风血雨，整体的市值下滑了10%，币圈一夜超过了这个100亿美元的蒸发。那美元跟股市都不好，不过白银却显得这个非常的好，这个市场包括了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每盎司突破了50美元，贵金属全面飙涨，反映了等于是全球的不安。
目前白银是冲上了每盎司51.22美元，这突破了1980年以来50美元的关卡，或是说涨得非常非常的高。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美国桥水基金会的创办人，他叫达利欧，他有提到这个债务就美债的部分，他觉得成长过快哦，这是一种危机。按照他的说法，当债务相对于收入不断上升，就像动脉中堆积的这些所谓的斑块，最终会压缩经济的支出的相关的一些能力。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川普对于民主党是不是有一些报复的一些行为哦？按照川普的说法是说，他一天要开除4000多人，因为美国政府关门之后，他趁机大量的裁员，川普直接说要对准的就是民主党。目前呢，整个关门危机，美国政府的关门危机已经进到了第10天，除了每天开除的，当天开除的已经超过了4000的联邦员工。那川普坦言，还有很多人会被解雇，而且他表明的就是要针对民主党的相关的一些员工。我们再来看看美元的霸权是不是不在，那人民币趁机就趁势来崛起哦。这主要是中国跟澳洲巨头的相关公司签署的协议，要成功压低了铁矿石的相关的价位。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呢，是已经跟澳洲的矿业巨头来签署协议，从第4季起，对于铁矿石的现货贸易实施用人民币来结算。这样的方式呢，代表中国首度的夺下了铁矿石的定价权，成功的压低了铁矿石的价格。而另一方面呢，有日媒就问了这个柬埔寨央行的总裁，他们的一些问他说：“你要选美元还是人民币？”哦，按照柬埔寨国家银行的行长他的一个说法是说，很多国家都在推本币贸易的来进行结算，那人民币跨境支付的系统能够对华贸易结算算是提供了一些便利，但是使用美元虽然有便利性，但也暴露出一些相对的一些局限性。我们请孙杨军。这个你看到这个诺贝尔奖啊，川普要奖的心态是一点都不保留啊。以前还放话，不给我诺贝尔奖是对美国的侮辱。但是挪威很难过啊，我给你奖是对我的侮辱，我那还有点原则嘛，对不对？所以川普当然心情很不好。那这个另外一个得奖的人去恭维他是伟大的总统啊，对，那就是聊胜于无吧。那普丁很缺德，说诺贝尔奖还配不上你了，那叫捧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问题再看哈，最近这个脱钩才会引起股市下跌，才会引起金融界的一种大乱。因为脱钩以后代表什么？全世界的，尤其这2个大国的金融脱钩以后，会影响到千万的这个商品的流动，是跟经济的衰退。所以你看到股市跌了，金子银子涨了，为什么？凡是没有信心的，要发生战争的，黄金一定涨。对，民国37年、38年逃难的时候，带的不是银元就是金条嘛，这个是人性的很自然的了。但是我讲了，还在重复前面的，我讲全面脱钩，经济大衰退，全世界的经贸大战，就跟我用个中国很简单的。我有大力金刚掌是攻击人家的，那防御的我有铁布衫、金钟罩，对不对？铁布衫、金钟罩是什么？我挨得起，挨得起。我们看民族性来讲，白人社会跟我们黄种人社会谁挨得起？所以这个大结局的胜负，我已经可以预判了。何况美国啊，现在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你这样搞啊，那个人民币交换了，慢慢就亲属。以前认为是美元，不可能让它垮的，因为它跟石油绑在一起，全世界1万多家银行结算权力在他手上，美元的霸权，现在慢慢苗头就多了。每一个被你关税打的国家都要想办法嘛。那中国大陆趁机，我们打交易。第3个，澳洲的铁矿那很有意思啊。中国大陆不是被欧洲也在赋予钢铁税嘛？美国也在做钢铁税，我反正出口我会减少，我何必买你这么多？对不对？何况我要的，我跟别人买又便宜又好，所以这次澳洲很惨的，这一巴掌呼上去啊，
钢铁矿产品是澳洲出口的大份儿了，所以中国也借势给你一巴掌嘛。反正我不可能，我除了用在基建上以外，我钢铁被人家关税很多嘛，我少买一点可以吧？所以趁势回手一巴掌打到澳洲是蛮难过的。我们请严老师。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大概没有一个得奖的人有这么高调在campaign 就是在不断的在等于是竞选要赢得这个位置而且和平奖说老实话了，以川普这种的人的个性，包括他在国内的作为，其实是违反很多民主和平原则的所以你今天再怎么样都真的不容易，何况今年他应该要知道嘛，年初就已经决定了，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最后烧出一盘好菜就是说我应该得奖最后来了一盘菜，但来不及了。然后我觉得最可恶的应该是普丁了，就是普丁如果今天给他面子，按照道理讲，两个人不是说他当选第2天就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现在1年了都还没有达成。你普丁给他一些面子，老早他可能说不定还有点机会。是他现在没拿到，然后你还要补这些话，我觉得真的是很过分了。那就表现我觉得川普听到普丁讲话应该是非常生气。那委内瑞拉今天我们也看一些报道讲说，这个挪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也非常聪明就是你很讨厌委内瑞拉的总统，我给他反对党，那这样早上看起来做了一个平衡。那事实上你说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大部分我过去看到好多都是在那种第三世界很辛苦的团体或者个人，然后真正拿到那个奖金3500万台币是还蛮有用，3500万台币在川普的手上根本是没什么意义嘛，所以我真的怎么看我都觉得他大概很难拿到。然后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因为他没有拿到，他搞不好在这个中东和平倡议上面他就不努力了，不努力以后搞不好以色列就干脆，既然你没拿到，我就帮你破局算了反正你没拿到，所以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川普在国内造成那么多问题，你今天在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因为这个整个的债务的问题，你关门，然后还讲明说我关公务员要关民主党，对。基本上今天在台湾，我也不相信我们哪一个政党敢说这个考试进来的公务员不是政治任命的你可以说他是哪个政党的吗？应该都不是，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他这种公报私仇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在已经看到美国至少还有一些法院，包括在芝加哥，现在不让他这个调国民兵进去。所以川普绝对不是一个和平的使者。那如果今天他要改变至少我觉得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我们讲说风貌要有一些改变吧，大概没有改变，我觉得他大概不容易会得到，因为他当然最生气的就是奥巴马拿了，因为奥巴马上任也是第1年就拿到，而且奥巴马第1年大家都觉得他还没做什么，可是奥巴马丢出了一个东西，现在大家很少讨论的，就是奥巴马一开头就丢出来什么，丢出来说，他说战争不仅是他说这个你的正当性重要，在战争当中的行为必须要符合，所以他就强调了这个我们讲要符合国际法，就是不能有像以色列现在这种种族灭绝啦这种不这个杀平民百姓、老弱妇孺、轰炸什么医院啊、学校这种。那奥巴马至少还提出了一个理想那 Trump 就觉得说我后面加码了，做到了，应该要给我。对不起，这次没有，我想以后也没有。好，我们请洪庭。确实我想我的看法跟叶老师一样。我一直在不断的在节目上讲，就是说，发动所谓的这个实体战争是战争。请问发动关税战算不算是一种战争行为？那全世界当初因为4月审判日而受影响的这些在金融市场上面这个奋斗的这些民众们。这些受伤不比加沙走了，是也不比俄乌战争少其实你看，光看昨天，如果大家观众朋友在关心虚拟货币的，
昨天不是说有150万个这个账户爆仓掉了，那就是150万个家庭，不是吗？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这么想要这个奖，可是他到底做了什么？你光看他自己，好，你或许在国际上的这些国际争端冲突上面，你不相信国际组织，你不尊重国际法，这两个就是一个死穴，就是一个冲突了。你发动关税战，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哎。再来，你在你的国内，你对移民跟你对游民的态度，这都不像是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所以对我来讲，我反而我是蛮佩服挪威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个勇气，因为他守住他国家的格局嘛。如果今天真的把这个和平奖颁给川普，我也呼吁，就是说，那我们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不要在挪威奥斯陆了，和平中心搬到斯德哥尔摩。为什么？因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你爱上你霸凌你的人，那世界就和平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根本川普不太可能拿到这个，他跟这个奖真的是八竿子完全根本都打不到。完全碰不到的，是拿战犯奖。对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还是回到就是说，好，那你对你的国际秩序，你到底要做什么？其实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是一样啊，他相信国际组织，他相信国际法，他相信国际秩序。那川普，你现在的外交政策看起来都是走单边主义，你也不相信国际法，你也不相信国际组织，你在谈判上你相信你自己，所以你希望能够用个人的力量来谈，可是，在普丁上面。有谈出个所以然来，在俄乌上没有。那在纳坦雅胡这里，你感觉起来是被他逆着绑架。然后呢，现在为了整个看起来为了你的 ego， 或者是为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你跟中国这样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温，倒霉的其实是全世界的经济。所以我真的觉得从这里面来看，这也难怪为什么现在金价涨到接近一度甚至逼近4000块美金，这是有史以来最高。我还记得几年前也才1000块美金而已，因为大家找不到避险工具，是，然后大家都觉得现在的社会非常非常的混乱，国际秩序也非常非常的危险。但我还是强调，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实川普只要一念一改变，这些事情几乎完全都没有。所以我还是相信，就是说到最后，川普他拿到他想要能够足以说服国内的政治筹码之后。我觉得它会慢慢的缓步下来，不然这个金融市场一定是一个大修正。那除非川普希望有这样的大修正，不然坦白讲 ，soft landing 我觉得是可预期的，因为这个影响实在太大了。全世界现在都走在钢索上面，整个金融市场大家都觉得快要垮了，快要崩了。川普现在在做这些事情，只会让大家脆弱的信心更没有，那就会间接的造成所谓的金融危机。那如果是这样，就会回到1920、1930年代。从所谓的关税战到金融危机，到最后极权主义兴起，然后到最后2次世界大战，我们不希望历史继续重演成这样的 pattern。川普要面对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换个话题来看到，目前呢，在10月10号的时候，有美军工厂出现了这个大爆炸。这个大爆炸状况其实不是很单纯哦，让大家有一些疑问，包括了这个美军军用的炸药工厂大爆炸，整个厂房被夷平，有19个人失联。那警方的说法，这个现场简直就像是一个地狱哦。这个地方是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军用的爆炸工厂，在10号上午发生爆炸。那现场呢，所有的灰烬跟残骸，包括车辆，全部一片狼藉。至少造成了19个人死亡或失踪哦。那这个军用工厂它生产的这些军用的这些器材是非常的特别，包括生产炸药，包括生产 N18的地雷，还有 C4 的起爆器以及其他的军用产品。那最敏感的是因为它部分的产品是供应给乌克兰。那因此呢，就有分析认为呢，美国的媒体很可能就会把这件事情跟所谓的俄罗斯因素来做相关的一些联系。在之前，《纽约时报》曾经有提到，而俄罗斯疑似在美军跟盟军运输军需品的这个路线上面来部署侦察无人机，用于收集情报，并对北约的这个破坏行动提供相关的一些支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厂的爆炸引起了一些阴谋论。另一方面，还提到了这个川普是不是搞不定中国、俄罗斯跟朝鲜那这个是要提到，因为北韩党庆的阅兵，它出现了一个新型的，也就是火星20亮相金正恩
恩在中俄面前秀他的这个核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肌肉。北韩在10号晚间举行劳动党的创建80周年的阅兵式，公开新型的洲际弹道飞弹 ICBM， 也就是火星220。那它采用了就是高推力的固体燃料的引擎，以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具备有多弹头独立瞄准的能力。估计它的这个射程是1万公里，可以轻松就涵盖了整个美国的本土。那除了有这个军事上的一些实力秀肌肉之外，另外呢，北韩劳动党的80周年庆还提出了它的这个外交上的一些实力哦。因为这一次包括中国、俄罗斯跟越南的高官齐聚，那金正恩要高喊要建立所谓富饶的乐园。按照金正恩的说法是说，他要承诺把这个北韩打造成为富饶乐园，而面对美国日益加剧的相关的一些威胁，他主张同时要这个推进北韩的经济和核武的一些相关一些建设哈。另外，除了中国跟俄罗斯之外，可以看到这次越共总书记苏林他在这个星期四的时候拜访了北韩，这也是越南领导人20年来首度这个拜访平壤，这是最高规格的出席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另外呢，包括了这个不用靠航舰的舰载机就可以对美国大陆的新型航母就可以用大量的优势来碾压美国的一个对手，这是美国安全的国家安全期刊有特别的报道，是说因为地理位置能够放大相关的效应。中国因为靠近本土，它能压倒舰载有限的这个所谓的弹药库，并逼退美国航母战斗群。这种飞弹保护伞为中方的航母提供了作战初期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庇护。而另一方面呢，美国则是计划要升级它的战略雷达，要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北韩的飞弹防御。这是这个美国防的相关情报局提供了一份评估报告，是说未来10年，美国本土的导弹威胁将在规模和复杂的程度上必须有个进一步的扩大，因为相关的一些国家的技术都不断的一些精进。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日本还有南韩这边有提到的，就是美印泰盟友是不是出现一个分崩离析的状况？我们先来看日本哦，因为最主要是日本所谓的第一位女首相会不会出现难产的状况？因为26年合作破裂，高市早苗有如这个依靠这个所谓的杀抢。高市早苗在10号的时候跟公民党的代表齐藤铁夫会晤。整个过程是相当的不顺利，后者包括齐藤铁夫，他宣布要退出执政联盟，这是自民党跟所谓的公民党持续了26年的合作计划出现破裂的情况，这意味着高市早苗的首相之路出现了一些悬念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齐藤铁夫他有提到，他没有办法在首相的栏位写下高市早苗。那大家会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因为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日前曾经拜会齐藤铁夫，那高市早苗抗中的路线可能很难的加以延续。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哦，这个是这个美国的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他有提到哈，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所谓的大放厥词，他宣称呢，韩国有多项防务的能力，可以遏制咄咄逼人的中国出上一份心力。按照韩国分析方面的一些军方的一些人士的一些分析后，应该要坚持，是指南韩要坚持务实外交，以维护本身的利益。如果过度向美国倾斜，可能会在外交上陷入困境。另外呢，包括了这个南韩的这个总统李在明就有提到，驻韩美军试图威慑中国，这个李在明是相当的不满意。美国陆军部长就有特别提到，驻韩美军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对朝鲜，也将针对中国的威胁。那李在明他曾经表示，这对驻美军的角色的变化，他实在是难以认同。请孙将军。首先，我们看你刚刚这个图里面，美国在展示一个很大型的雷达。对。那最近也听说，他要发展精穹，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这早年的美国认为左边是大西洋，右边是太平洋，我安得很，没人可以打他。现在俄罗斯的核子导弹，中国的核子导弹，还加上最近金小胖也有战略性的导弹，他就感觉到本土有威胁了。所以你看到现在先展示一个比较战略性的雷达，那么雷达是精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要看得远。
你可能来的是逆中飞机，你来的是超音速导弹，但是这个金琼还是有困难，因为美国现有的这个反导弹的导弹啊，马赫数都不够，标3、标6都不够，所以它还要发展整套的金琼是什么？天上的卫星加低空卫星星链。最近马斯克也很头痛，星链掉了一大堆的卫星，所以他要补强星链，补强超视雷达，补强反导弹的导弹。这4样东西做完了，才算是美国安全。第二个看朝鲜，朝鲜现在眼睛已经不把你南韩看在眼里了，发展这么多武器，他已经走向世界了。对，为什么呢？他最近有出兵给俄罗斯啊，也去练了一身武技回来啊。因为在战场上学的东西比你在基地里面学的要多啊，所以最近不是俄罗斯、中国跟朝鲜3个领袖见面嘛？这就是说他们已经结成一块了，是，所以美国才感觉到威胁蛮大。但是朝鲜不是没有短板的，朝鲜才不过几年以前还有饿死人的，所以金小胖除了这个武器发展以后，他现在要搞这个富饶乐园，对，因为你的粮食生产不够。国家经济体力不够，就我跟你讲，大国交战最后打的是国力，你吃都吃不饱，你还想跟人家打仗吗？所以你看俄乌战争就是整体国力的问题嘛。所以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喜欢看尖端武器，其实战争最后的胜负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武力是什么。所以我们这样看就知道，金小胖不是傻瓜，他求得自己安全以后，也介入到国际去了。是。登上了国际舞台，他也晓得下一步要搞他的这个经济生产的问题，你不能老百姓饿了还造反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批评中间的有些独裁国家，他不是没有眼光啊，反而是我们很多民主国家脑袋不清楚啊，对不对？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我们看到这个2年前在这个去年蔡英文总统去过的那个加拿大 Halifax 国际这个安全论坛，当时这个是去年，那2年前当时的他们的总裁就说有这几个国家叫做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跟北韩说叫做 CRINC 本来英文的名字呢是大概就是2个金属碰撞的时候有一点那种声音会发出来的声音。就没想到你把它们摆在一起，现在还真的是碰撞出来蛮大的挑战对美国来讲。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本来可以你看季辛吉当年是要分化这些国家的，结果现在川普是把他们都送作堆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奇怪。甚至你看川普还把一个最有可能站在美国那边的印度都把他惹毛了，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川普的大战略在哪里就是过去我们看到包括季辛吉也好，包括 Brzezinski 这些讲的大棋盘大战略，川普好像就是随时想到什么做什么，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面对其实金小胖的情况，我觉得是你越不理他越没事，你今天去注重他了，反而把他的这个国内的声量给提高了。那日本的这个高市，我一直就觉得说，今天你的公民党是一个有佛教团体的党在大陆上面，他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他还是希望跟中国有些佛教的互动，然后再加上他很讨厌你们这个贪污，那你不解决这2个问题的话，真的要合作很难。所以高市现在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否则的话，他现在要当日本的第一位女性首相，还有路途有一点点崎岖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刚帅将军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你看川普现在把他整个的外交跟国防战略转移到美国的本土防卫。那坦白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让大家害怕的。特别我想要回应，就是昨天赖总统的这个国庆文告。你看美国其实很多的智库一直在研究中国大陆的状况。我请导播帮我 take 这个画面，这个就是上海以南所有的飞弹基地，就是美国的卫星雷达所掌握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就想起，其实5、6年前我们就看过一本书，美国有一个海军的这个军官学院的这个将军哦，他叫 Robert Harditt， 他写了一本书叫《Fire on Water》。我在政论节目上大概已经讲了10次了。他2014年的时候就跟美国讲说，你要小心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发展的这些所谓的远洋的这些船舰，再加上它的这个飞弹技术。